叶晨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度的睡眠。对海伦娜的到来以及海伦娜的一系列行为，他完全没有任何意识。而此时的海伦娜整个人已经紧张到了极致，就连呼吸的节奏都完全乱了阵脚。刚刚鼓起的勇气在迈出现在这一步时已经消耗殆尽，所以当长裙落于脚面上的那一刻，海伦娜仿佛被施展了定身术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叶晨，足足持续了5分钟。她需要继续给自己鼓劲儿，好让自己能够勇敢地再向前一步。伯根的天气阴雨连绵，即便是盛夏的正午温度也不会让人觉得燥热，更何况此时只是初夏，清晨的气温甚至还有些凉意。海伦娜站在原地，很快便感觉身体已经冻得有些僵硬。她感觉自己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都已经起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冷战。这一刻，海伦娜咬了咬牙，再次将双手环至身后，解开了上身内衣背后的挂钩。紧接着，最后一缕柔软的布料也被海伦娜从自己身上退除。此时，她身体只觉得寒意更甚，于是不再有半分迟疑，连忙瑟瑟发抖地掀开叶晨身体另一侧的被子，果断干脆地钻了进去。而此时的被窝里已被叶晨的身体捂得热腾腾的，那充满着阳刚之气的躯体正源源不断地散发着热量。海伦娜钻进被窝之后，便感觉到了那暖洋洋的感觉，身体的冰冷瞬间缓解了不少。而她此时已经顾不得害羞，第一个念头就是将叶晨紧紧抱住，并且尽可能让两人的身体和皮肤能够有更多更紧密的接触，以此来快速温暖自己那已经有些冰凉的身体。而此时的叶晨依旧没有苏醒的迹象。海伦娜在抱紧叶晨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叶晨会突然醒过来的准备，毕竟叶晨的实力强大的匪夷所思，自己如此冒进大胆的行为他不可能察觉不到。而且海伦娜甚至已经做好了叶晨醒来的那一刻立即向叶晨表白的准备。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身边的叶晨竟然一动不动，饶是自己下意识地紧抱着他，可他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海伦娜一时间有些错愕，她不知道叶晨究竟是真的没有醒来，还是已经醒了却还在故意装睡。她仔细看着叶晨的侧脸，看着他那随着呼吸而轻颤的睫毛，听着他的呼吸声与心跳声，海伦娜这才意识到叶晨竟然真的在熟睡。一瞬间，海伦娜竟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她是真没想到，咱这个在自己眼里几乎与神无异的男人，竟然也有像个婴孩般睡得如此香甜、如此乖巧的一面。这一刻，她也第一次从叶晨身上找到了几分亲切感。于是，她依旧紧抱着叶晨，同时紧盯着他的侧脸，动情无比地轻声说道：“叶晨，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爱你？如果我有那份幸运能和你在一起，别说是北欧女皇，就算是让我立刻死去，我想我也不会有任何迟疑。”说到这儿，他又忽然自嘲地笑了笑。你如果听到这些话，心里肯定会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在撒谎吧？毕竟在别人眼里，我明明视权如命，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女皇宝座，让天下人仰视。海伦娜说着，眼眶忽然有些红润，叹息道：“你知道吗？其实我从未想过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北欧女皇。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去燕京与叶家联姻，不是因为我贪恋荣华富贵，我只是想出卖自己的幸福，来换取妈妈的平安。我如果拒绝嫁给叶枫，我妈妈必将人间蒸发，那时的我唯有听从皇室的安排，才能保住她的性命。可是这在很多人，包括你的堂哥叶枫看来，我不过就是一个为了荣华富贵漂洋过海想要攀附他的落魄皇室。我相信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吧？”说到这里，海伦娜声音已经变得有些哽咽。至于登基成为新一任女皇，
这就更不是我的心中所想了。你帮我出头，替我解决了奥利维亚的威胁。我当时最大的梦想是能够把妈妈救出来，然后随你一起去华夏定居，哪怕你心里没有我，我也愿意生活在你的四周。可我没想到，你竟然会让奶奶把皇位让给我。随着一声叹息，海伦娜看着叶晨，一脸幽怨地说道：你知不知道，我可能会被你逼成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单身女人。如果我这辈子没机会跟你走到一起，我注定是要孤独终老的。如果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生活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即便我孤独终老也无所谓。可是你偏偏把我推到了北欧女皇这个万众瞩目的位子上，你难道想让我最终成为一个在万众瞩目下孤独终老的单身老太婆吗？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看我的笑话，而且西方这些无良的媒体一定会杜撰出大量与我有关的假新闻来博眼球。他们会说我是性冷淡，会说我是同性恋，甚至会诬陷我与他人私通。到时候各种负面的假新闻满天飞，而我作为北欧女皇，为了不陷入越描越黑的境地，只能选择沉默。一辈子那么长，你说你要怎么补偿我？说到这，海伦娜忽然翻起身来，趴在叶晨身边，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眸一刻不停地盯着叶晨，表情认真，甚至带着几分哀求地轻声道：叶晨，我不奢望这辈子与你还有什么可能，我只想求你能赐给我一个孩子，一个属于我们两人的孩子。后继无人的北欧皇室将来需要一个血脉相通的人来继承大统，而且一辈子实在太久了，我也想有个人陪伴。此时的叶晨依旧处在深度睡眠之中，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海伦娜的到来，更不知道海伦娜在自己耳边说了些什么。而与此同时，海伦娜已然情到深处，她主动向着叶晨探了探身，朱唇轻轻吻住了叶晨。海伦娜瞬间沉浸在这个吻中无法自拔，而那股冲动更是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拼命推着她继续向前一步。可就在这时，她看着叶晨那张英俊正派却始终沉睡的脸庞，心中忽然有些沮丧。她看着叶晨，轻声问他：如果你现在醒过来，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会很失望吧？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